裴会长一听老婆又搞大包大揽，顿时有些上火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你省省吧，黄秋云，这事儿让你办得还不够一笔吊糟吗？你还要跟他们聊？等你聊完，我怕我这个书画协会会长的位子都要丢了。”黄秋云被他挤兑也不生气，开口道：“老公，这事儿是我办砸的，你就再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”裴会长问他：“你先说说你打算怎么跟他们聊这件事儿？”他们几个对萧长坤早有意见，这次把萧长坤赶走，正遂了他们的意。要是再把萧长坤弄回来，他们肯定不会答应。而且你可别忘了，原本给萧长坤准备的位子，现在已经被人顶上来了，怎么让人心甘情愿的下去？黄秋云问他：“老公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密不发丧？”裴会长下意识道：“不就是古代的皇帝驾崩之后，消息不对外公布，先趁机把政治斗争打完，该夺嫡的夺嫡，该造反的造反。”对，黄秋云道：“咱们现在的情况跟这差不多。你想想，你们书画协会那些人，谁知道你这次升不上去了？肯定都以为你马上就要高升了，对不对？”是，裴会长道：“连我都是刚刚知道消息，他们估计一时半会还不知道。”黄秋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今天请他们吃饭，你还是要做出马上升迁的样子，让他们以为你可能马上就要走，这个会长的位子马上就会腾出来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请他们吃饭，肯定是要把他们的晋升安排好，就像你当初打算把萧长坤撸下来一样，萧长坤下来，后面每个人都能升一个顺位，现在你做出要升迁的姿态，他们肯定也会觉得大家马上又能再升一个顺位，这样一来，想给萧长坤留的那个主任的位子不就腾出来了吗？”裴会长沉思片刻，随后说道：“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最终的结果是肯定得有人退一步，才能给萧长坤让出位子来呀。”黄秋云道：“谁占了要给萧长坤的位子，谁就先把这个位子让出来。”说着，他又问：“后来是谁做了那个位置？”裴会长道：“小刘，刘海涛。”黄秋云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只要许诺小刘，如果他这次愿意把位子让给萧长坤，那等你的调令下来之后，协会空出一个新的副会长职务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帮他直接绕过萧长坤那个主任的位子，把他提成副会长，这样的话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”裴会长问：“最终不还是提不了他吗？到时候他找我算账怎么办？”黄秋云忙道：“你傻啊，那不还有洪五爷吗？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咱们就直接把话给他挑明白，就说现在洪五爷想让萧长坤回来，而且指明了要给萧长坤解决一个拿得出手的职位。综合来看，就让小刘先牺牲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个牺牲也扣在其他那些副会长头上，让他们知道小刘这次是为大家做的牺牲，大家都欠小刘一个人情。等小刘意识到你一时半会升不了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只记恨你一个人。”说着，黄秋云又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小刘如果到时候想找麻烦，那他也要掂量掂量洪五爷的分量，到时候一边是洪五爷，一边是你和其他几名副会长，你觉得他敢同时得罪这么多人吗？到时候还不是得吃这个哑巴亏？”裴会长听到这里，不由得眼前一亮，赞叹道：“好主意啊！只要小刘能够心甘情愿把主任的位置让出来，萧长坤这件事我也算是能给洪五爷一个满意的交代了。至于其他几名副会长，他们肯定也不敢反对，谁反对，谁就是跟洪五爷过不去，到时候都得掂量掂量这个利害关系。”黄秋云道：“你要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就抓紧时间通知他们晚上一起吃饭，我现在就订个酒店包厢，回头把地址发你。”裴会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，就按你说的办吧，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。”裴会长积极筹备晚上饭局的时候，叶晨带着萧长坤和马兰找了一家汤臣一品附近的饭店坐了下来。萧初然晚上还要在帝豪集团加班开会，叶晨见也刚好到了饭点儿，再回家起火做饭时间太久，便干脆带着老两口在外面吃。在饭店坐下之后，萧长坤叹了口气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以后我是再也不想出门了，这趟迪拜给我折腾的，
命都快没了半条。马兰在一旁吐槽他，要不是你自己瞎折腾，也不至于成这个样子。上千万的东西拱手让人，我现在想想都怀意难平。哎，萧长坤摆摆手，你快别提了，让我多活2年。说完，他想起什么，看向叶晨，问他，好女婿，你觉得洪五爷能帮我搞定回书画协会的事吗？叶晨笑道，这么点事儿对他来说应该问题不大。萧长坤点点头，道，能回书画协会，我这心里也就算满足了。要是回不去，我这以后干点啥还是个未知数，愁人啊。叶晨招呼服务员点了几道硬菜，随后便对萧长坤说道，爸，你就先别想这么多了，踏实的等消息吧。好。另一边，裴会长带着书画协会的副会长以及那位新上任的主任，一起来到了老婆黄秋云预定好的酒店。大家见裴会长带着老婆，便以为这一顿饭肯定是裴会长升迁之前的告别宴，于是便有人说道，裴会长，您和嫂子请我们吃饭，这肯定是高升在即了吧？是啊，有人赶紧附和道，裴会长，您高升之后可不要忘了我们这帮老哥们儿啊。裴会长叹了口气道，诸位，说实话，我今天请大家来吃饭不是因为我的事情。众人疑惑不已，追问他，那是因为什么？裴会长道，今天下午金陵大名鼎鼎的洪五爷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想让萧长坤再回咱们书画协会，让我尽快办这件事。啊！众人一听要让萧长坤回来，一个个都有些不情愿。其中一人说道，裴会长，萧长坤业务能力不行，人品也不行，好不容易把他踢出去了，这时候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他回来了啊。其他人纷纷点头声援，他们不仅讨厌萧长坤，更不希望萧长坤回来之后威胁他们现在的位子。裴会长无奈道，这么说吧，洪五爷的手段在金陵是通了天的，他出面替萧长坤说话，咱们要是不当回事，那他肯定就要亲自来办了，到时候咱们有谁能顶得住这个压力？众人一时间面面相觑。洪五爷的实力确实非同一般，而且江湖有传闻，他现在已经是燕京叶家的人了，这也就意味着他能够对接到燕京叶家的资源，人脉更是强出一大截。真要说主导一下书画协会的人事调动，肯定是易如反掌。这时候，一旁的黄秋云开口道，大家也都清楚，萧长坤之前是常务副会长，而且他上次犯的事儿并没有司法部门定性，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也不算丑闻，就是个传闻。如果洪五爷从上面帮他运作，让他还回来干常务副会长，相信大家都得被打回原形。黄秋云这话一出，大家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。除了裴会长之外，其他人都是萧长坤离职的直接受益者。如果萧长坤官复原职，大家都要退回原先的岗位，这次升迁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裴会长见气氛已经被老婆烘托到位，便开口道，我觉得呢，为了大家考虑，我还是尽量想办法保证萧长坤不会官复原职，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先给他解决一个主任的位子，如果洪五爷满意，那咱们也就算能最大程度避免损失。一说让萧长坤当主任，小刘顿时有些紧张地问道，裴会长，您要是让萧长坤当主任，那我岂不是就要让位给他了？裴会长道，小刘，让位是不假，但也未必是让你来让位，如果你的职位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，那就还要再往上提一提。说着，裴会长又道，咱们大家要有一个共识，无论谁让位，都是为了在座的所有人让位，大家一定要记他这份人情，将来找机会报答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这种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其他好办法。裴会长这时又看向那小刘，说道，小刘，你如果没意见，我就先从你的岗位开始，如果把你的岗位给萧长坤就能让他满意，那这件事就到此结束，以后我们大家都会记你这份情。等我哪天拿到调令，我的位子空出来给常务副会长，其他人职位顺势递增，不过你放心，到时候空出来的副会长位子一定是留给你的，你可以越过萧长坤那个主任，直接当副会长。小刘一听这话，
心里便顿时宽慰不少。在他看来，裴会长马上高升，到时候让出一个副会长职位是必须的，而且只要自己答应这件事，能让会长和所有副会长一起欠自己人情，这更是一件大好事。所以让自己给萧长坤让位，似乎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。想到这，小刘不假思索地开口道：“裴会长，既然是为大家牺牲，那我刘海涛义不容辞，就把我的岗位给萧长坤吧。”